今天这期节目呢，我想和大家讨论一个听起来有点残酷，但是我们必须正视的问题，就是未来几年普通人的上升通道会不会真的被 AI 一点一点封死？不是工作会不会抢走的那种老问题，而是更底层的一件事儿：一个人到底还能不能通过努力和聪明改变自己在经济体系里的位置？很多人最近会有一种模糊的不安，你会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：一边是 AI 越来越强，效率越来越高。而另外一边呢，却是资产价格越来越贵，年轻人越来越难以翻身。这两件事表面上看没关系，但实际上它们是同一条逻辑链上的结果。我们先从一个很简单的问题说起啊，一个经济体原本是靠什么让普通人向上流动的呢？答案不是靠努力，而是靠低效。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反直觉？但是我们仔细的想一想，有信息不对称，有技术门槛，有流程混乱，有别人做得不好，你能做好的地方，那这些地方呢，就是普通人可以进入、可以创业、可以积累第一桶金的空间。但是问题来了，那 AI 是干什么的？AI 并不是来创造机会的，AI 的本质是把一切低效、快速压平。你像写代码、做设计、剪视频、分析数据、写文案、做方案，过去需要人类几年积累的能力，现在变成了工具。当把事情做出来这件事儿越来越容易，那么通过能力差产生的上升通道就会越来越少。不是世界变坏了，而是这个世界的游戏规则换了。于是我们会发现，股市在高位，房价在高位，黄金资源类资产在高位，债务规模也在历史高位。但与此同时，年轻人第一次买房的年龄越来越晚，工资涨幅跟不上生活成本，存钱的人反而越来越吃亏。这不是偶然现象，这背后呢，其实是一个非常清晰的结构分化，也就是现在非常流行的 K 型结构的说法。上面那一端呀，是已经拥有资产、股权和资源的人，而下面这一端呢，是主要依靠工资和储蓄生活的人。过去呢，这两端之间是可以流动的，普通人可以靠创业、靠进入新的行业、靠信息差从下面慢慢往上爬。但是现在的问题呢，是 AI 的出现正在把这些可以攀爬的梯子一节一节拆掉。注意，我这里说的也不是世界末日，而是一种很冷静也很现实的判断，就是未来的分化呢，越来越不是靠普通人努力还是不努力，而是你是否拥有某种可以被动参与的东西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看到资产的价格在涨，并不是因为世界突然变得更美好，而是因为大家都在抢一个位置，在抢结构冻结之前，站到对自己更有利的一侧。那这里就出现了一个很多人关心的问题：既然 AI 会让世界变得更高效，那我们是不是会进入一个什么都不缺的时代呢？是不是工作都不再需要了？理论上呢是有这种可能，但是现实的问题在于呀，即使世界真的进入了高度的自动化，资源和分配权依然不会自动平均被分配呀。技术可以创造充足，但是分配永远是制度问题，不是技术问题。如果你不拥有任何参与分配的凭证，那么无论世界多么富裕，你都只是一个被分配者。所以这期视频呢，我是想帮大家认清一个趋势：未来个人向上的难度并不是靠你努力还是不努力，而是因为努力本身的边际回报在下降。那么普通家庭该怎么办呢？我的答案一直很一致，也很克制。不是去赌投资的方向，而是去做一件事儿，就是尽量让自己拥有一些不依赖你每天亲自劳动的参与权。它可以是一篮子的资产，一种分散的所有权，一种可以长期参与社会生产成果的结构，而不是把你的命运呢压在单一的技能、单一的行业、单一的职业或者单一的判断上。那如果你问我现在是不是最后的窗口期，我不会给你倒计时的一种答案，但是我会告诉大家，这是一个从靠低效翻身逐步过渡到靠所有权分化的阶段，而阶段性的变化对判断不敏感的人往往是突然完成的。如果未来的这种分化更多的来自你现在拥有什么，而不来自于你未来多拼命，那么你现在的结构是否允许你站在牌桌上呢？想清楚这个问题啊，比任何5年发财计划都重要的多。我是苏涵，我们下期见。